黄房间的秘密。加斯东·勒鲁。第2章。约瑟夫·鲁莱塔·比尔首次登场。我对那天早上年轻的鲁莱塔·比尔走进我房间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仿佛昨日重现。大约8点钟，我尚在床上阅读晨报上关于格兰迪耶罪案的报道。不过，在继续讲述之前，我想有必要先向各位介绍一下我的这位朋友。我认识约瑟夫·鲁莱塔·比尔时，他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那会儿，我刚入行当律师不久，我们常在预审法庭的走廊里碰面。那时，我常去申请到马扎斯监狱或圣拉扎尔监狱的通行证。他的脑袋圆得像个球，我想，或许正因如此，报社的同事们才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他后来也欣然接受，而这个外号最终也让他声名远扬。鲁莱塔·比尔，你见过鲁莱塔·比尔吗？瞧，那是神人鲁莱塔·比尔。他常常脸红得像个番茄，有时是因为高兴的手舞足蹈，有时则是因为严肃的像位教皇。他如此年轻，我初见他时，他大概也就16岁半，就已在新闻界谋生，这让所有不了解他底细的人都难免心生疑问。当年发生奥贝坎普街碎尸案时，这桩如今也已被人淡忘的旧案，当受害者零碎的尸骸被发现，唯独左脚不知所踪，警方搜寻了8天都一无所获，而年轻的鲁莱塔·比尔却在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下水道里找到了他，并将其呈给了《时代报》Lipak 的主编。该报当时正与晨报在新闻上激烈竞争，为此他不得不加入一个临时疏通下水道的工人小队，那是巴黎市政府因塞纳河罕见大水造成破坏而临时雇用的。当主编拿到那只宝贵的断脚，并弄清了这年轻人是如何通过一连串巧妙推理找到他的之后，他一方面对一个16岁少年竟有如此警探般的机敏感到钦佩，另一方面也为能在报社停尸房的橱窗里展示这只奥贝坎普街的左脚而欣喜不已。有了这只脚，他大声说，我能写出一篇头版头条了。随后，他将那个骇人的包裹交给了《时代报》报社的法医，然后问那个很快就要被称为鲁莱塔·比尔的年轻人，他想拿多少薪水才能加入报社的社会薪水的社会新闻版担任记者。每月200法郎，我们的年轻人谦逊地回答。他对这样的提议感到受宠若惊，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们给你250，主编答道，你只需要告诉所有人，你加入本报编辑部已经1个月了，但要搞清楚，发现奥贝坎普街左脚的不是你，而是《时代报》。在这里，我的朋友，个人算不了什么，报纸才是一切。说完，他请这位新记者离开，但当他走到门口时，主编叫住了他，问他叫什么名字。年轻人回答说，约瑟夫·若瑟凡。这算不上个名字，主编大声说，不过既然你也不用署名，倒也无伤大雅。这位乳臭未干的记者很快就交了不少朋友，因为他乐于助人，而且天性幽默，这种幽默感总能取悦最爱发牢骚的人，也能化解最爱嫉妒者的敌意。在巴罗咖啡馆，当时跑社会新闻的记者们常常先在那里聚头，然后再分头前往检察院或警察总署打探每日的罪案消息。他开始以机灵过人著称，据说甚至能随意进出治安总署署长的办公室。每当有值得调查的案子，鲁莱塔·比尔，那时他已经有了这个外号，就会被主编派去调查，而且他常常能比那些最有名的探长们抢先一步。我正是在巴罗咖啡馆开始与他深交的。刑事律师和记者并非死对头，因为前者需要宣传，后者需要消息。我们聊了起来，
我立刻对鲁莱塔·比尔这个好小子产生了好感。他头脑敏捷，想法新颖独到，而且他拥有一种我此后未再见过的推理能力。不久之后，我受托为林荫大道呼声报 Le Cri du Boulevard 撰写司法专栏。我进入新闻界，自然使我与鲁莱塔·比尔之间业已建立的友谊更加深厚。最终，由于我的这位新朋友萌生了创办一个小小的司法通讯社的想法，稿件署名商业发表在他的时代报上，我便常常能为他提供所需的情报。就这样过了近2年，我越了解他，就越喜欢他，因为在他看似欢快古怪的外表下，我发现了他与年龄不相称的异乎寻常的严肃。总之，我习惯了他总是兴高采烈，甚至常常是过于兴高采烈，却也有几次发现他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每当我问及他情绪变化的原因，他总是哈哈一笑，最终也不作答。有一次我问起他从未向我提及的父母，他却装作没听见便走开了。就在此时，爆发了著名的黄色房间案件，这不仅使他一跃成为顶尖记者，也让他成了世界一流的警探。这种双重身份集于一身并不足为奇，因为官方报刊早已开始转变为如今这副模样。犯罪纪事报。对此，那些性格沉闷的人会唉声叹气，但我却认为值得庆贺。我们永远不嫌拥有太多对抗犯罪的武器，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对此，那些沉闷的人反驳说，媒体对犯罪谈论过多，最终反而会诱发犯罪。可有些人就是永远也说不通道理的，不是吗？话说回来，1892年10月26日那天早上，鲁莱塔·比尔就在我房间里。他比平时还要脸红，双眼圆睁，俗话说就是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显得异常激动。他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晨报，对我喊道：“怎么样，我亲爱的桑克莱尔，你读了吗？格兰迪耶罪案。”是的，黄色房间，您怎么看？哦，我觉得要么是魔鬼干的，要么就是那个上帝的小动物干的。说正经的。好吧，那我就告诉您，我不太相信那些能穿墙而逃的凶手。在我看来，雅克爸爸的失误在于没有找到凶器，而且既然他住在斯坦格森小姐房间的楼上，预审法官今天安排的房屋结构检查想必会揭开谜底。我们很快就会知道那个老好人是通过什么天然的机关或暗门溜回实验室的，而且就在斯坦格森先生身边，还没被他察觉到任何异样。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不过是个假设罢了。鲁莱塔·比尔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点燃了他从不离身的烟斗，默默地抽了几口，无疑是想平息一下那股明显控制着他的激动情绪，然后才轻蔑地低动情绪，然后才轻蔑地对我说：“年轻人。”他开口道，那种可悲的讽刺意味，我就不在此重述了。年轻人，您是律师，我毫不怀疑您有本事让法官宣判有罪者无罪，但有朝一日，您若当上预审法官，那您要错判无辜可就太容易了。您可真是天赋异禀啊，年轻人。说完，他使劲吸了口烟，继续说道：“他们什么机关也找不到，而黄色房间之谜只会越来越神秘。正因如此，我才对此感兴趣。预审法官说的完全正确，世上从未有过比这更离奇的罪案了。那您对凶手可能的逃跑路线有什么头绪吗？”我问道。没有，鲁莱塔·比尔回答，暂时还没有。但我对那把左轮手枪倒有个想法，凶手并没有用那把左轮手枪。我的天，那又是谁用的呢？还能是谁？斯坦格森小姐呗。这下我可真是什么都搞不懂了。我大声说，或者说，
我从一开始就没弄明白过。晨报那篇文章里，难道没有什么特别让您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吗？没有，老实说，里面读到的每一样东西都让我觉得匪夷所思。那扇锁着的门呢？它没给您任何启示吗？那反倒是整个叙述里唯一正常的地方。哦，是吗？那门栓呢？门栓？是的，从里面插上的门栓。斯坦格森小姐采取了那么多预防措施，在我看来，她知道自己必须提防某个人，所以才处处小心。她甚至没告诉雅克爸爸，就拿了他的左轮手枪。然而，她不想惊动任何人，尤其不想惊吓到他的父亲。结果，她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当时发生了一场搏斗，他还算机灵地用左轮手枪打伤了凶手的手，这就能解释墙上和门上那个血手印了。那人当时正摸索着想找路逃跑，但他开枪不够快，没能躲开那记狠狠砸在他右太阳穴上的重击。那么，打中斯坦格森小姐太阳穴的不是左轮手枪的子弹？报纸上没这么说，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合乎逻辑的是，斯坦格森小姐用左轮手枪来对付凶手，但凶手的武器又是什么呢？太阳穴上的伤痕似乎证明凶手想要杀死斯坦格森小姐，在试图勒死她未果之后，凶手想必知道雅克爸爸住在阁楼。我想，这也是他宁愿选择使用无声武器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根警棍或者一把锤子。所有这些，我反驳道，都解释不了凶手是怎么离开黄色房间的。当然解释不了，鲁莱塔比尔说着站起身。正因为必须弄清楚这一点，我才打算去格兰迪耶城堡。我来找您，就是想请您陪我一起去。是的，我亲爱的朋友，我需要您。时代报已经正式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了，我必须尽快查个水落石出。可是，我能帮上您什么忙呢？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就在格兰迪耶城堡。没错，可怜的人，他一定绝望透了。鲁莱塔比尔说这句话的语气让我非常吃惊。您不认为？您觉得那方面有什么蹊跷吗？我问道。是的。他没再多说，他走进客厅，催我快点穿衣服。我认识罗伯特·达尔扎克，当年我还是巴尔贝德拉图尔律师的秘书时，曾在一桩民事诉讼中帮过他一个大忙。罗伯特·达尔扎克当时大约40岁，是索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与斯坦格森一家关系密切。因为他苦苦追求了斯坦格森小姐7年，正准备与她结婚。斯坦格森小姐当时虽已年届35岁，却依然貌美动人。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对正在客厅里等得不耐烦的鲁莱塔比尔喊道：“您对凶手的身份有什么推测吗？”是的，他回答，我认为他即便不是上流社会的人，至少也是个有身份地位的人，但这不过是一种感觉。您从哪里得出这种感觉的？从那顶肮脏的贝雷帽，那条粗俗的围巾，还有地上那些粗劣的鞋印。年轻人回答道。我明白了，我兴奋地说，没有人会在身后留下这么多如实反映真相的痕迹。看来我们还是能从您这儿得到些启发的，亲爱的桑克莱尔，鲁莱塔比尔总结道。